IBM 的 Granite 团队在 Hugging Face 上发布了 Granite Embedding Multilingual R2， 它是一个 Apache 2.0 开源的嵌入模型。这次变化的关键是支持最长 32K 的输入，并且官方在 Sub 100M 规模区间宣称检索质量领先。为什么现在要在意？因为开源许可加上长上下文，会直接改变你做 RAG 或知识库的分片与检索策略。背景先说清楚，传统做法是把长文档拆成多个 chunk 来嵌入，拆得越细，语义断裂越明显，召回噪声和重排序成本也越高。Granite R2 把整篇文档一次性编码的可能性摆上桌面。关键变化有2点，一是 32K 的可嵌入输入，可以保留跨段落的连贯语义；二是模型是 Apache 2.0 许可，迁移和部署的法律工程障碍更低。这2点结合，意味着工程团队可以减少分片带来的设计复杂度。真正值得学的一层是机制和代价的平衡。机制上，整篇编码能把跨句、跨段的关系直接编码进向量。分片时那些靠上下文拼接才能恢复的语义，会在单条向量里自然存在。这直接影响 recall、MRR 这类检索指标，但代价也很明确。更长的输入增加了单次推理的 token 数，这会推高 GPU 先存峰值和单查询延迟。同时，每条向量的计算成本和吞吐受影响，可能需要调节并发策略。索引构建后，索引体积或压缩策略也可能需要重新权衡。一个内行人会先盯的线索是错误类型分布，不是看单一的总体召回分数，而是看哪里错得多。表格、版面、公式这些边角问题常常是流程被拉垮的真正原因。如果你的错误分布主要来自跨段语义丢失，长上下文更可能带来实质收益。可复用的判断路径很简单，问题是分片后召回损失是否大于索引和存储成本增长。如果是，优先适用长输入嵌入，否则继续用分片并优化重排序更划算。第一步实操建议，立刻能上手的 POC 流程。在 Hugging Face 拉取 IBM Granite 的模型卡并下载权重，准备1000条真实文档的小样本，包含3类：普通长文、带表格版面的文档、带公式或代码的文档。做2套流水线 ABA， 用 Granite R2 把整篇编码并用 Face HNW 索引。B， 用你现有的分片策略和当前嵌入模型做同样索引。比较 Recall at 10、平均查询延迟、索引体积和 GPU 显存峰值这几项。如果模型卡没有你需要的 benchmark， 就自己跑这个小样本验证。注意把错误按类型分类，而不是只看一个总体分数。这能帮你判断是跨段语义问题，还是表格版面导致的降级。边界和常见误区要记住2点。首先， 32K 并不是万能钥匙，不会在所有场景免费提升召回。其次，模型变小或更紧凑后，真正变化的是延迟、部署成本和文档稳定性的平衡点。把这次发布放回趋势里看，这是开源工具化的一次实用升级。开源许可把迁移摩擦降下来， 32K 把分片复杂度往后推。对想减少重排序逻辑、提升整体检索稳定性的团队，值得做个小规模验证。收束一句话，不要只被更长上下文这个噱头吸引，先量化召回提升 vs 成本上升。你会先在小样本上试把整篇都嵌进去，还是继续保持分片并优化重排序？欢迎在评论里写你的场景。